主子，既然有前人开路，咱就偷偷跟着走呗，省得费力气了。嘿嘿。太安静。哎呀，快走啊，主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多好的机会呀！果然，禁制依然存在。干什么？你不会是？只能拼了！小子们，给我打回去！不是吧？主子，主子呀！这玩意儿太厉害了，小的尽力了。如果以结丹修为硬闯着禁制，我必死无疑。哎，主子，这玩意儿咋解呀？不知道。牛什么呀？不知道。但凡禁制，必有阵眼，有阵眼，就可以破解。这个禁制极为复杂，显然是高人布置，只能试着一点点解开了。这咋还搞上学习了？主子，10天了，10天了，你到底在搞什么呀？成了，此处就是这个禁制的阵眼。等等，这是空。恐慌之气。主子，在前面是柳玉魔君那个魔头。好算计，在原本的禁制上叠加恐慌之气。难怪威力倍增。这样以灵力破解禁制，速度太慢了。若是能以神识直接攻击，主子，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慌什么？他在前面不麻烦，从后面追上来才麻烦。哎，对哦，那老东西，要么死我们前面，要么直接通关。不过你破了这个禁制，那个化神老怪会不会发现我们在他后面？哼，发现是必然，不过他未必猜得到是我。禁制被破了，也不知是端木老鬼还是孟驼子。无碍，本君苦修禁制1000载，定要好好招待招待你们。你个杀千刀的，每次都拿我来触发禁制试水，老子立过功，老子流过血，你不能这么对我！这些阵眼本身是神识造，若是能用神识将它毁坏，
直接用神识攻击会招来反噬，那如果用神识覆盖阵眼，不知可不可行？去！这神识破解禁制，的确比灵力更加得心应手。恭贺主子，神识之权修得大成，攻破第二关指日可待啊！这些年对禁制的钻研已然深刻，那六域魔君能做的，我王陵一样可以。第一关虽然费了些时间，不过老夫这满兜子法宝，可算留下来了。渡鹤鬼火。老夫最恨的就是这些弯弯绕绕的禁制。千年前，老夫已经闯过一回，这第二关拦不住我。这谁呀？咋破得这么快？硬闯禁制还能将他击破，只有端木极了。那咱们不是完蛋了吗？前后两个都惹不起，你快慢都得死啊！能拖他一步是一步。风雷禁制，留神灵边，去！不对。老夫记得这风雷禁制本没有冰霜之力在内，定是有人动了手脚。对禁制如此熟悉，加上奸诈至极的手法，定是六域那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刘玉小儿，老夫绝不会放过你的！哎呀，完蛋了！怎么完蛋了？端木姬那个老魔头要追上来了！主子，你干什么？别想不开啊！哎呀！你再厉害，只是个结丹期，这里的禁制，你碰上就死定了！快跑吧！既然跑不掉，倒不如藏身于此。啊！找到了。呀！哎呀！一边闯进去，一边改写真言，疯了！你简直是疯了！主子，你可吓死小的了，小的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帮忙，把你炼化的魂吐出来。啊？哦。主子，你要这些魂干什么呀？化神强者的身势无比强大，只有大量被炼化的生魂，才能阻隔一二。神识都看不透这物，刘玉小儿又在搞什么鬼？老天保佑，大地保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又是连环禁制，该死的刘玉小儿，老子差点着了道。果然有诈！南红御剑，去！主子，你干什么？放他过去不就好了？被发现咱们就没命了。等我逮到你，必将你炼化而死！这些老贼狡猾至极，如果不让他亲手破绽而出，必生变故。原来如此，主子高明啊！
一剑就能打破咱们精心布置的禁制。柱子，你要是也有这样的杀手锏就好了，咱们也不用这么一关关折腾了。虽然暂时躲过一劫，但这二人终究是心腹大患，在这禁止山上铲除他们是不可能。若不是为了把你从禁制之光中救出来，本君3个月前就可以到山顶了。但你是师尊留给我的遗物，本君怎么舍得抛下呢？有个粗鄙之徒一路破坏了本君的禁制，想必是端木吉那个老匹夫了。罢了，待本君解开最后一道禁制，离开此地。何等威力！不愧是禁制山峰顶的最后一道。但只要本君找到阵眼，自然。刘玉小儿，这一路上，老夫真是谢谢你的照顾。你这老头发什么疯？要是碰上了这最后的禁制，我们都得神魂俱灭。老子先砍了你！这是我在五级修真国找来的压枪笔的宝贝，你死在他手上，不亏。老疯子，傅玉！端木老鬼，疯了吗？今日老夫不炼化你，誓不为人。刘玉小儿，老夫千年来看你屠戮阵法，宗派无数，教的修魔还不得安宁，就为了练这些破禁制。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弯弯绕绕的阵法，终究是身外之物。哼，笑话！那个用来替死的结丹小辈，你又可曾打算让他活过第3关？本君一心追寻禁制之道，你一个不择手段的老疯子，反倒教训起本君来了！嘿，少废话！你设下那些歹毒的连环禁制时，我没想过还有今天吧？给老子死！你在说什么？连环禁制？怎么，你还想抵赖不成？除了你之外，谁还有这等说法？端木兄，我想此事定有误会。本君从未设下连环禁制，我可立下心魔之誓，此山除我们之外，定还有他人。且此人没有上来，定是隐藏在某处，看我们两败俱伤。难道是孟驼子？哼！不管是谁，我们还是速速离开为好。哼，晚了。小儿居然诱发了最终禁制！疯了！这杀星居然针对2个化神期动手了！先不要管那邪丹小子了，我们合力冲过去！好。第2关，本君必破！
主子，你看山下。这到底是什么禁制？端木兄，再有所保留，恐怕我二人谁也过不了这第二关了。老夫知晓，哪怕折损些修为，也要冲过去。结胆小儿，不得好死！苍拳为一，化一为全，这禁制山本身竟然也是一座禁制。捡回来。这东西没有半点灵力波动，怕是已经废了吧？神识竟无法探查。主子，这整座禁制山只有您一个霸王了，您就别慢慢吞吞的了，咱赶紧走吧。最终禁制是连化神期都无法抵挡的存在，我不能硬闯。况且此地只剩我了，我更可以小心营救。哎，睡一觉吧。好了没有啊？好了没有啊？没事啊！怎么了？一胜二，二胜三，三胜万物。解开了，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动不了了，我们死定了！怎么回事？禁制明明已经全部破解，这……个禁制，便可制
做一个净饭。此乃藏宝阁，进山大领悟者可获其内宝物。去探查。是，一出来就让人家干苦力，哼！嘿嘿，主子，塔内一切安全。又是此人，好狂妄的口气！想来这千难万险的几关，对他来说轻而易举。看来，宝物已被其他领悟者领完了。嘿嘿，白忙活一场。嘿嘿，居然还给咱们留了一个。别碰！这不像是这里原有的宝物奖励，难不成是上一个领悟者藏在此处的？这禁制太过精妙，我的修为还不足以破解，只能先以身势覆盖，避免触发。至于打开它，也得多年以后了。进去吧。又只给这么点，也不知道这回要遭什么罪。他会死咒术，小兄弟，如果你真能破除第3关，本君不介意永远把你带在身边。此处漩涡，定然就是难住六羽魔君等人的第3关了。我区区结丹修为，想顺利度过，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这里是寂灭界。原来这就是第3关。嘿嘿，这里是我们魔头的天堂，你的煞星肯定进来。等我把这些傻大个全部变成小弟，就反攻倒算，干掉煞星。吃了我的东西，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啊！你得听我的，知道吗？哎呀！别抢！哎呀，这你们以后就都是我的小弟了！哎呀，别踩我脚啊！去。果然，我现虽有了肉身，但在寂灭空间，本质仍是吞魂，依然可以吞噬和号令游魂。怎么会这样？我的小弟，我的霸业呀！煞星太恐怖了！
主子，小的知道你要吞他们，就先撒了点鱼饵，引他们过来。此处寂灭空间游魂众多，却没有吞魂存在，那这第3关只能做。找到进入此地的化神修士，要活的。敌人太深，出天魔掌！如果不是那小子害我修为跌落，老子怎会落得这般田地？昨天琉璃塔也用了出来，难道天要亡我？找到。交出此地传承之物。前辈，不知您说的传承之物是什么？没有传承之物，你如何进入这里？又如何离开？是一套手诀，晚辈曾经来过此地，记下了一套进入此地的手诀。这套手诀只有在关卡终点前的漩涡才能使用。你能否放我到漩涡之前？我自会将这套手诀和你交换。杀了我，你也别想拿到。是你。小子，这是在孤身之地得了什么好处，变成这副样子？有话好说，我们可以一起离开。我叫。孟驼子，他居然没死！主人说了，第3关内不能活逃。孟驼子居然死而复生，这孤身之地过于诡异。幽魂的攻击毫无作用。计时，不！计时攻击也没用，这老驼子有古怪。小的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东西，但是小的感觉那个东西更可怕，它好像根本没有神识，已经不是人了。主子，我们该怎么办呀？孟驼子上了端木旗，看来是无差别的杀死第3关的闯入者，无法依靠身势攻击，以我结丹修为毫无机会。看来只能祸水当险了。
经修为跌落，这第3关可全靠你了。回，这才怪！不枉我准备1000年，将你炼制成玄龟骨魁。阴险鼠辈，还敢在本君面前现身！杀了他！给我杀了他！你能控制这些游魂？该死的小辈，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等本君抓到你，会将你落入欲念地狱，永不超生！多谢前辈。还有一个，好了，孟驼子，你这副鬼样子是怎么回事？传说呢，杀死第3关内的人有赏。神识异种，这老头子被炼成了高级傀儡。还是这等修为，你是化神后期。灭石遁法，有玉，开！玄龟骨魁，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到底是谁？谁敢杀我徒儿？师傅，义儿，你还认得为师，很好。师傅，1000年了，你还活着？你真的还活着？你想违抗主人的命令？连意识都无法保留的蝼蚁，也敢对本座说3道4。伤我义儿，生前该千刀万剐，死后也一样。果然如端木奇所说，这手印只能在漩涡前使用。你是吞魂？好。妖神傀儡呢？去把这吞魂带来。
凭空消失了。吞魂，这些人是来抓我的？难道是刚才？你们在这儿做什么？我等奉主人之命，追寻那吞魂踪迹。结果呢？还在这愣着干嘛？误了主人的事，你们谁能负责？主人？孤神不是早已经死了吗？这主人是谁？人都走了，出来吧。师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六域魔君的师父也没死。其实，这古神之地根本就没有宝藏，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圈套。这什么意思？我在此殒命后，便在血海中醒来，死而复生，成了这副模样。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古神之地的全部真相。很久以前，一个名叫拓森的修士，为了获得图斯的古神传承，与图斯大战一场。图斯用最后仅存的力量，将拓森封印在了自己的神石血海之中。拓森并不甘心，他在古神之地设下陷阱，并放出夺宝的消息，吸引无数修士前来。只要在古神之地身死之人，都会在血海复生，成为他的傀儡。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自己身上的神石封印不断剥离，转移到其他人身上。他在等有一天封印松动，破除桎梏，重获自由。你为身死，本可以用秘诀离开此地，但托森现在已将古神之地彻底封锁，要离开，只能拼一把了。徒儿别怕，师父在，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为师也定会送你出去。师父，跟紧我。以血为引，以脉为源，破！这滔天的欲念，好诡谲的功法！我跟上。这是这片海由古神意识所化，一分为二。红色的是血海，用来封印托森；蓝色的是死海，存放着古神记忆。收到一股强烈又诡异的欲念波动，这是
你果然可以感受到古神六域。古神欲念强大，非常人能够承受。但你的体质特别，只要你将其吸收，功法就可大成。若我功法大成，能否带您一起离开？当然，那时我们就能借助古神的力量离开这里，不再受托森控制。不过这个过程，你会承受万重噬心之痛。徒儿愿意。古神之骨。来，为师为你护法。师父不可，您这是在灼烧自己的神识啊！我们时间不多，这是最快引出古神欲念的方法。用古神手骨辅助你吸收欲念，快！师父，总觉得这阵有些不太对劲。古神之欲。天魔散人的九死一生只是假象，那六域魔君才是必死的光辉。难道是？师父，以骨为引，以玉为剑，以古神屠死六域为媒介，献祭此人全身精血炼化，为吾所用。乖徒儿，不枉为师养你一场。4000年前，我还是一介散修，阴差阳错闯入了神石死海，因所修的欲念功法特殊，发现了藏在这里的秘密——古神的记忆。这是修仙之人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我几进几出，创下了玄天魔域诀，可以以古神吐丝六域为引，炼化一颗记忆水晶，将那古神之意吸出。但吸收古神六域需要特殊的体质，我苦苦找寻这个容器，直到你出现了。我给你起名六域魔君，精心培养，所幸你也没有让我失望。上次与你一同进入古神之地时，无遭变数，意外发现了拓森的秘密。不得已之下，只得折服于此，等待再次与你相遇。果然，你没有让为师失望。这一刻，我可是等了太久了。为什么我祖神之中不过是你的一颗棋子？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只有获得意志传承，为师才能获得重生，才能遨游这修真界，当然也能安然无恙地从这里离开。我六域魔君自诩魔头，一生炼制傀儡无数，无恶不作。可笑，最后却栽在这只图情深的低级戏码上。可悲，实在可悲啊！大道本就无情。若只有得到意志传承，才能从这儿离开，我与这天魔散人修为相差甚远，应将毫无胜算，不可轻举妄动。何人在此处？属下参见夺目大人，参见护法们。这是何物？啊，此经是晚辈弟子炼化而成。当年晚辈收他为弟子，就是为了日后炼成这经，增长修为。若是大人喜欢，全当晚辈孝敬您了。是吗？不堪一击，还以为是什么宝贝。还真是天命难测。既然此处无恙，继续去寻找吞魂吧。只手遮天的化神强者，在他面前竟如蝼蚁，此人究竟得是何等修为？
生于星辰，无足以传承为魂，以星脉为食，为宇宙万族之首。吾名为古神图斯。传承者，你的意志传承并不完整。古神虽寿，犹有竟时。吾在寿元将近之时，试图以古神秘术保留神识，却不想遭到毒手。妖神拓森，是吾早年从识海中分出的一缕邪念，甚至夺得了吾的意志传承。吾以残余神识与之对抗，最终图斯，如今你已身死，我便是你。吾虽身死道消，但用了最后的神念，将识海一分为二。以血海神识将拓森封印，又以死海神识封存意志传承。前辈可知，那拓森为何要抓我？借你吞魂之力，破吾神识之锁。原来如此，我该如何离开古神之体？获取完整的意志传承，即可自由来往于古神之体。传承者，万不可让意志传承落入拓森之手，否则拓森将成为真正的古神，天地生灵必遭涂炭。切记，切记！前辈所托，王某定会记住。按照古神图斯所说，完整的意志传承就埋藏在这死海之内。好快，好快！周三，你莫非修为又进步了？不如咱们去一举剿灭那些老东西，我为您殿后。想多了，不过是获得了部分意志传承。啊，能打过化神老怪吗？小子，抓到你了！刚刚那是怎么回事啊，主子？你怎么躲开化神老怪一击的？结丹小儿，找死！没听见主人说要活捉这个吞魂吗？使者大人饶命！使者大人饶命！
爆体而亡的。爆体而亡就爆体而亡，我才不管你嘞！古神诀第1层夺灵，古神一族运用此法夺取世间万物灵气，无论多寡，都可归为己有，故名夺灵。看不透此人修为，但给我的感觉却比华山强者更加可怕。还跑吗？结丹修为，敢在古神经脉中飞行，胆子不小啊！蛟龙碎叶。前辈，认识此物。当初在第1关，本座收服过一条，后来玩着无聊，杀龙取髓。此地无一物可入本座之眼，甚为失望。仅在第1关收复蛟龙一条，而今看来古神之地不过如此。他就是留下自己之人。你敢吸食蛟龙灵液，因为你是吞魂。是个屁呀！你差点被冲爆挂了。你能在古神经脉中移动，也因为你是吞魂。是个屁！你明明是拿了古神传承。跟我去见主人。若不是拥有特权，即便是我，也无法在古神经脉中自由活动。此子或许能派上用场。拜见主人，跪下！别多嘴。主人教训的是，没有灵力波动，甚至没有神识传出，这是纯粹的古神之力。你是个吞魂。果然，吞了。看看，一个小儿用几息时间，就破开了你们这些废物几千年都破不开的封印。10年内无法炼化身上神识封印的人，没必要留在这里。传承者，万不可让意志传承落入拓僧之手。
切记切记！要审托森脱困之人，就是我，乃至朱雀星万劫不复之时。但如果拒绝吞噬，我恐怕马上就会死。这吞魂太过年轻，早点让他凝结魂核。现在吞得太慢。吞魂凝结魂核，属下愿助一臂之力。去。小家伙，那日我抓你的时候，你在死海干什么？前辈身为血海战将，将我带到拓森难以监视的寂灭空间，又是想干什么？小辈，你可知多少年没人敢跟本座这么说话了？你这小辈要是有几分胆识，我们不是什么血海战将，我们11人是被拓森困于此处的外星修士。千年来，只有1人逃脱。一旦拓森解开封印，我们全都会死。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要什么？离开古神之地。都听见了，这个小家伙和我们的目的一致。当他破开拓森封印，就是我们动手的时机。吞魂，好，小友，待你再次封印拓森，我当定有厚礼相赠。前辈说笑，以在下区结丹期修为，要封印古神就是痴人说梦。不需要用你的力量将它封印，你吞噬的封印本身便是古神的神识，你只需借助吞魂之力。在拓森进入神识死海的瞬间，引动古神神识反噬拓森，剩下的交给我们。事成之后，我们会分给你100块极品灵石。怎么，不满意？再加上顶级法宝混元驱兽圈，你该知足了吧？小辈。不要敬酒不吃罚酒，我们也有着不依靠吞魂的最后手段。哼，在下并非信不过诸位前辈，可事关生死，还需要前辈们一个保证。你想要什么？要诸位前辈的本命法宝。你无妨。事成之后，晚辈自然双手奉还。想必各位前辈也不会担心晚辈区结丹期会有本事把这些法宝据为己有吧？这就是魂核，吞下它，你便能为拓森破除封印。
来了。真实结界，吐司，万年前你困不住我，如今也一样。我拓森来了。图斯已死，吾以图斯之命召唤五祖本命之气，灭神矛，现。众人奉命，随我去得古神意之传承。古神本命法器灭神矛都已归顺于我，托斯，你拦不住我！古神之意，通道现。独木几人的站位看似随意，其实一直把托森围在中间。他们就这么有把握对付托森？小友为何还不动身？前辈不必如此谨慎。王某修为有限，略慢少许，不会耽误前辈大计。古神的意志传承，人人视若珍宝，我却要之无用。身为图斯的一缕邪念，他知道的，我都知道。莫非这该死的法则限制？我本不必如此麻烦，非要得到完整的传承。神之命，我在此处守护意志传承。我主人的命令，不可让任何人进入。孽障，你的主人已经死了，
现在，我就是古神。痴人说梦，你不过是一缕邪念。神的事情，可轮不到一个畜生说三道四。众血海将士听令，斩灭这畜生！拼了！尽快就在最后一局！为何不服？愚蠢至极！所有血海修士，难道说锁神道阵？海极投降，令恒。看来我当年之所以唯独没有抓到你，是因为你夺舍了这个畜生啊！你死到临头，休要故作淡然。你们10个等了这么多年，看来这一次是要灭杀我了。还有一个，你快让他也抱一下呀！哦，原来你们是一伙的。这托森的反应不太对劲，既不恼怒也不恐惧，似乎这一切都无法威胁到他。不过，你们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打败神？我是恶，大恶。我本是邪念出身，但我从不揣着邪念装作善良。今日你们得不到古神传承，并不是因为杀不死我，而是你们对意志传承一无所知，也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意志传承所在。果然没有意志传承的波动。其实你们知道又何？你们绝不可能跨过我，拿到意志传承。既然托森来到此地，说明意志传承一定在这儿，这没有别的地方了，还能在哪儿？不对，还有一处。果然，好一招灯下黑。我先搞死托森，分了他身上的力之传承再说。小友，你看准时机进阵，用吞魂之力给他致命一击。成败在此一举了，还不到时机。倒是有个聪明人。怎么会？小友，这是何意？王某从始至终只想从此地出去，你们的纷争与我无关。既然如此，你便去死吧！无知法器，是。我的法宝怎么感应不到了？是古神的禁制，这小子早就有所防备。想来你们一个个自命不凡，反倒被一个截瘫小儿耍得团团转。幼稚！这场戏我看够了，该落幕了。古神诀起！天
没有人可以与神为敌。今天就都死在这儿！古神的力量，凡人根本无法对抗。托斯拿到意志传承，我也只有死路一条。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其实，你们知道又如何？你们绝不可能跨过我，拿到意志传承。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还来！结丹小儿，别做无意义的挣扎了。这一直传承的通道，我有神识可入，我猜的可有错？雕虫小技。分身献祭，意志传承，传！古神诀，结丹小儿，凭什么敢与神讲？星球做成的炼器材料。好强的威压！
古神的记忆中，这些炼丹炼气的步骤法诀，价值不可估量。但这材料着实昂贵了些。在古神中，没有修真界有关修为的划分。古神炼体，修为只有神识和身体两部分。每一个古神都会把获得的大部分灵力用来坚固身体。当身体承载的灵力达到极限后，身体就会经历一次重组，将身体变大。这是一个质变的过程，重组的次数越多，修为也就越强。你所吸收的意志传承，包含了我一生的记忆。我经历了8次重组，而你以神识为引，记忆为由，也已经历了1次。墨间石的地点，我已经放到了你的记忆之中，去拿吧。剩下的路能走多远，靠你自己了。没想到有一天还能看到自己这副长势。墨间石的地点，我已经放到了你的记忆之中，去拿吧。这马良的身子，除了仙姿还是女人，都要被魏青强成不少。恭喜出国飞升。王神之言，信。无神之地，永别。
1000年，我等。结丹小儿，待我离开此地之日，便是你身死之时。不是，上碧落，下黄泉，定要杀你个天家不留。到后期，这碎星乱将要形成和本体一模一样的分身，其修为还要强上一个境界。果然，连法宝都能复制。古神，即使没有效果，说明这东西没有神识可以破坏，甚至根本不是活物。即使无效，法宝对拼也没有胜算。但是，这借助古神之力重塑的肉身，不可能被石头复制而出。古神重组后的身体果然强，但和古神记忆中的肉身还有不少差距。难怪那几个化神期的老怪都不敢硬闯，难度在成倍增加。古神之地一降，我不光获得了禁制，更是得到了古神之地。极境神识也产生了混合，这碎星乱也拦不住我。接下来只需全力解应，为赵国复仇。怎么逃到了这里？你没处可跑了。这碎星乱在修魔海可是凶名赫赫，我还没听说过有谁侥幸过去的。难不成你想试试？前辈，小女子是个苦命人，这次侥幸逃出魔宫，您何必赶尽杀绝呢？老夫杀你不过奉命行事，要怪就怪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这本就是小女子师门镇派之宝，是又如何？不过是一个早被灭掉的宗派罢了。好好的公主侍妾你不做，非要不知好歹盗走宝炉，哼！那就休要怪老夫辣手摧花了。前辈若是再要紧逼，晚辈便进入这碎星乱，让您空手而回。前辈，这块玉简中记录了岐荒门最为珍贵的几种丹药配方，这玉简的价值不比这丹炉低。我若是把这玉简给你，前辈能否放我离开？好，你把玉简拿来，老夫确认无误后，自会放你离开。还请前辈退出千丈之外，我把玉简放在此地，待我离开后，前辈，老夫没时间给你纠缠。前辈怎可出尔反尔？看在你识趣的份上，一会儿钱某一定让你在舒服中死去。那是人？碎星乱里怎会有人？我曾看过一位魔宫的元婴期强者，在这碎星环内被神秘力量活活吞噬，连个元婴都没有逃脱。此人究竟是何修为？难不成是化神期？
岐黄门一图墨云，参见前辈。晚辈毒魔宫座下5代弟子乾坤，参见前辈。距离此地最近的城池在哪？前辈，此地自西去3万多里，有一座麒麟城，晚辈愿为您引路。只要此人在，乾坤必不敢轻举妄动。这麒麟城可有化神期修士？没有，前辈，那麒麟城没有化神期修士。修魔海内，即便是10大主城，这等修士也不多。自从修魔海几个著名的化神老怪在这岁星乱内消失之后，修魔海内化神期修士已经不多。都有哪些化神修士消失在这岁星乱内？前辈，200年前，毒魔宫宫主孟庆凡，青梅之地城主端木吉，玄天宗宗主六域魔君，还有天魔洞的化神老怪古帝，他4人相约来到这岁星乱，同时失踪。其门下传人，在这200年来无数次寻访，始终都没有查到半点线索。没想到，居然已经过了200年。孟驼子是你师祖？不好，师祖曾在外四处为恶，结仇无数。看此人态度，8成是与师祖有怨。若被他人知道我是从岁星环内走出，之后定然麻烦不断。小子别跑，让你家许爷爷吞了你，否则你让老子重见天日的恩情。这法宝竟是一个原因。有了古神诀，身体竟可吸收了金丹的8成，只剩下2成转化为灵力，果然了不得。前辈，小女子在麒麟城有一座地级宅院，晚辈有麒麟城居住身份，有晚辈在，前辈便可放心居住。此禁制每3天发作1次，每次发作全身灵力混乱。若是1刻之内没我解除，那么立刻化为一滩血水。别想着搞小动作。带路。传闻中，在修魔海海水没有化成雾气之前，麒麟城便已存在，乃修魔海10大主城之一。带我去你的居所。玉佩呢？进去了。前辈，云儿对您一见倾心，绝技不会背叛，这禁制就解了吧。不要做多余的事。小女子再也不敢了。我在修魔海不会逗留太久，待离开时，自会为你解开禁制。
但你若是泄露了我从碎星乱走出一事，就休怪我无情。是，前辈。一旦那托森从古神之地离开，定会第一个寻我复仇。这一趟法宝倒是收了不少，不管怎么说，得尽快结印。这9件法宝，尽管其主人已死，但其上却隐含另一股神识，阻止我炼化。这个或许可以一试。快走吧，快走吧！有了这法宝保驾护航，主子定能顺利结印。主子，这是要去灭了那个小娘子吗？您放我去就行。聒噪。结印在即，稳妥起见，我要去买些做进饭的材料。店家，这个我要了。哎呀，都有尹公之了。哎呀，他这明显是要有动作呀！主子先下手为强啊！您快派我去吞了他。不急，我倒想看看，这麒麟城内有没有人可以破解我的禁制。主子可是进山领悟者，这破烂小城里定是无人能破的。道友，灵符丹药看一下。有着蛟龙古作阵眼，阵法一旦开启，结丹期可困住数日，有利于疗伤恢复。龙髓是至宝，可用于增强灵力，我便自作主张加工了一下，以备师兄不时之需。200年过去，不知他如今在何处。前辈，紫皮可是在蛟龙刚刚死后不久便被生扒下来的，那芭蕉皮的修士，在200年前的修魔海外围
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筑基修士，在结丹修士的追杀下，居然突破了。进入结丹期后，还一路斩杀了所有追击之人，甚至逼得那位结丹中期修士用出了万魔百日诛杀令。把单子上的东西给我包起来。好嘞。前辈，当真能化解晚辈体内禁制？上来吧，我可以为你化解禁制，但你要告诉我，这禁制是谁给你布下的？拜见前辈。竟真有人精通这上古禁制。上古禁制，前辈是否可解？难道不难？不过你要告诉我，这禁制是谁给你布下的？若是前辈破解成功，晚辈定然全部告知。那我且先试试。这是什么？你走不得！得借此妖兽，引出那背后会上古禁制之人。道友息怒，那上古禁制可是道友所布。道友，在下并没有恶意，只是有一机缘相赠。哼，你我萍水相逢，甚至刚刚还在拔刀相向，我又凭何信你？明人不说暗话，你我都是结丹后期，皆应迫在眉睫。若道友愿助在下一臂之力，在下保证，道友结婴将指日可待。据邱某所知，若是能吞噬元婴期修士的元婴，那么结婴成功几率将大大提升。在下便知一地，其内有2个归系中的元婴，此事若成，所得元婴，你我一人1个。如何？这元婴什么来历？他们其中之一是在下的师兄，另一个则是我师父。杀师吗？没什么大不了，在下当年也干过。我师父为了提升修为，想要将我炼化。他以为我对此一无所知，其实他的谋算早就被我洞悉了。30年前，
趁他与我大师兄闭关之际，我暗中做了些手脚，让他们沉睡了。这几日当是他二人被外魔消散之际，正是夺取他们元婴的最佳时机。这与上古禁制又有何关联？那闭关之地实际上是一处上古洞府，其内禁制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若要强行打开，恐将一无所获。所以，这才需要道友相助。家师是元婴初期，大师兄刚刚结婴。若道友能打开禁制，那么家师的元婴归你所有。快到了，就是这里。进入此门，便会被禁制攻击，一切就拜托道友了。这条畜生是灵力境界，只要这石壁还在给他功能，就无法伤。而且跟他战斗时，石壁隐藏的阵法还会发动袭击，防我胜防。道友，先破坏那些石壁，跟这畜生纠缠没用。果然。不是石壁在给巨蟒功能，而是巨蟒的灵力在支撑整个禁制，将针眼藏于最强的杀招之内。果然是高人所不知。不过，跟真正的古神禁制比起来，太弱了。道友的禁制手段，果真不同凡响。送阵，道友，我师父与师兄就在这间石室内。道友，告辞。接下来，待进幡练成。就可结婴。需达到999个，才算制成了最低品质的禁幡。
早已没了天劫，难道有上古宝物？那可是上好的补品。这么大的劫缘，看来是至宝现世啊！威力越强，这天劫是来摧毁锦帆的。现在，快要压不住这天劫，再这样下去恐会破碎，必须尽快闭关。交出上古宝物，饶你不死！交出宝物！人下去，逃不掉了！保教主！老子想要的东西还没有拿不到手的。元婴血，小儿受死！结丹中期，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给我找，就是挖地3尺，要把它给我翻出来！既然你们起了恶念，那就怨不得我了。10字。
连劫都没给他劈死，还歪打正着达到了假英修为，可恶！找谁说理去啊？嘿嘿，恭贺主子因祸得福，修为大增，吞了这元婴，定能成功结婴。极境对人霸道，灭杀同期；然而对己也霸道。从此之后，你不论如何修炼，都只能达到元婴期，再无法向上突破。我的修为只度达到元婴期，可我不甘心呐！天时地利皆在我手，可寂静的天界终究难以跨越。成也极境，败也极境。主子，天命无常，你……我从不信天命。邱思平说过，这曾是一古修的洞府，估计中很有可能有关于突破极境的书籍。找到了。极境若要突破修为，唯有一法，便是放弃极境带来的一切修为——散功。散功之后，极境也会消散。只有这样，才可以脱离极境，重新修炼，突破修为。是要把古神之力凝聚的这副肉身都舍掉吗？未必。神道术，原来这就是神道术，创造分身与本体同时修炼，又在结婴之时与本体合为一体。可以用神道术炼出一个分身来结婴。这不都差不多吗？主子，分身也得从头修炼，要修到元婴，与本体合并才能尝试突破元婴期。之前无法修炼分身，是因法宝丹药资源有限。这趟古神之地收获颇丰，也算是天时地利人和。太冒险了，分身的寿元只有半甲子，要是没在30年内修成元婴，一切都是无用功啊！再说了，无需在意，我大仇未报，必须结婴。
北临火焚国，东临宣武国，与修魔海也有接壤，紧靠碎石山脉，面积极大，修士众多。虽是3级修真国，但因其境内有云天宗这等炼丹大宗，已然站在了3级顶峰，随时可以突破，晋升成为4级修真国。这还得有1000里呢吧？得走到什么时候啊？拜师就拜师，为什么非得走过去啊？小点声啊，小祖宗！你看大家不都走着呢吗？这是为了表示对宗门的尊敬。哥哥，为什么非要让我来这云天宗啊？人家不想炼丹，我想像你一样加入剑气宗。休要胡闹！你要知道，云天宗可是楚国门派之首。云天宗曾出过一颗5品丹药，那4级修真国为了换取这颗丹药，为云天宗山门专门布置了一套法阵，连寻常的4级修真国都很难攻破。你说这个面子大不大？这么说，本小姐倒是感兴趣了一点。哼，那好吧，等本小姐入了云天宗，多多炼丹，祝你早日结英。呀，你以为云天宗说进就能进吗？云天宗每30年一次的收徒礼，不仅楚国各大修真家族都会送嫡系子孙来，周边的散修们也是蜂拥而至，数千人参加，最多不过收取10人。哎呀，别担心了，本小姐这么可爱，一定会被选中的。你不知道，云天宗收徒要求颇为奇特，不似其他门派讲究天资灵根，而是讲究缘法。哎，哥哥，你快看那人，他穿的衣服好怪啊！拉我一把。喂，你也是来拜师的吗？你怎么穿的跟个小叫花子一样啊？哎，你是哑巴吗？我问你话呢。废话，往云天宗去的，还能是干嘛？你自小仗着好看，备受宠爱，倒是难得吃瘪。走吧。好久没有体验到凡人的疲惫感觉了。主子，您何苦非要自己参加这什么拜师考核啊？我从修魔海传送到楚国，就是奔这事来的。若能成为宗门弟子，有云天宗丹药相助，结英定能事半功倍。天意难料，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还会拜入宗门之下。不得了，这来拜师的人，修为最低的都有凝气2、3层，修为最高的竟然是结丹期。云天宗门下，备将10等。若是不愿，现在离开。既无人退场，那话不多说，云天宗收徒考核立刻开启。开始了，开始了！所有人，无论用何方式，只要能感受到这柱子内到底有何种物质，那么就算此关合格。时间是6个时辰。看我的！
白白丢了一个法宝。你们可以用一切能想到的办法探查，不用担心，法宝在考核后会尽数归还。我来，没试试，我的，回来，我就不信，柱子，你咋还不动？这分明是某种阻止考核者探查的禁制。哼，这不是巧了吗？你可是古神禁制领悟者，本尊神识和修为不在你身上，但所有的法术和古神技艺可是留了下来。柱子也真是厉害，分身没有修为和极尽神识，也依然霸气侧漏，风气加深。是一粒丹药，是一枚玉简，还有11件刻着丹炉的令牌，怎么是不同的东西？不对，云天宗不可能要找的是破解这禁制的高手。有人找到了，快看那边！他怎么做到的？这不简单啊！这东西竟然可以拿手！你过关了。原来真正的规则和考核者无关，而是等着里面的东西选择弟子。既有3样东西，对应的应是不同的结果。哦，什么结果？试试不就知道了。我过关了。唉，可惜这丹药是火属性，不然我可以做你的师傅。恭喜你直接成为我云天宗内门弟子。这丹药你拿好，这是你玉简是通过此关交给你师傅的，获得丹药可以直接成为内门弟子。那么令牌呢？距离考核结束还有1个时辰，我可以告诉你们，这黑雾柱内有4样物品：玉简、丹药、令牌以及丹炉。还有丹炉。获得玉简者，此关合格；获得丹药，直接成为内门弟子；获得令牌，除成为内门弟子之外，可持令牌去藏丹阁换取1枚3品灵丹。若是可以拿到丹炉，那么你将是我云天宗极少的掌门弟子之一。快找呀！掌门弟子，万人敬仰啊！丹药任取啊！不必浪费时间。普通内门弟子身份够用。水属性，你可愿拜我为师？那这见面礼，为师就收下了。哎，我也拿到了，我也有啊。你也有啊？你看我的。龙子鼎。要出现了！是丹炉，我在这里。为什么？还是未成啊！云天宗开派8000多年，一共也只出现过6个获得了丹炉的前辈。唉，人生有时是需要一点运气，但不能全靠运气。本次云天宗收徒礼结束，落选者送出云天宗，获得物品者随我上山。是。通体玉石打造的建筑，炼丹大宗果然财大气粗啊！好充沛的灵气，这云天宗果真是个修行的绝佳之地。
9代弟子周林拜见掌门。此次我云天宗收徒之礼，共有6人入选，其中获得御简者3人，丹药者2人，令牌者1人。获得御简之人，稍后你需安排他们进行第2关的测试，若是合格，即可成为内门弟子。是。获得丹药之人，由9代弟子收徒。孙贤侄，你先来选徒吧。谢掌门。掌门，弟子想收此人为徒。此人获得的丹药是水属性，正好符合弟子目前炼丹需要。哦，孙贤侄，你可愿意让出此人呢？周林是李师妹唯一的徒弟，我自然愿意成人之美。多谢。那你选谁呀？弟子拜见师父。你未获得内门弟子资格，还不能选师父。这丫头倒是机灵。你虽只获得御简，但勇气可嘉。我便破例收你为记名弟子吧。至于内门弟子，就他了。掌门，你看可好？这不合规矩。哎，无碍无碍。孙贤侄既是开口了，那便这样吧。你下去吧。是。我云天宗分为内外2宗，内宗炼丹，外宗御敌。你既已为内宗弟子，日后修行重点便是炼丹。哦，奢侈啊！一个9代弟子的药园子里就有这么多珍贵草药。王林，你是我第1个徒弟，从此之后，你便住在这丹房之内。为师要闭关数月，以消化那颗水灵丹。这御简内是为师这几10年来的炼丹心得与一些丹方，你先自行摸索，待为师出关后，再详细指导你。这院子内的草药，你可以随意使用，但切记不要断根。这个丹炉，就全当做为师给你的见面礼吧。多谢师父。在我闭关期间，你若对那御简内容有不明白之处，就去找你师祖，他老人家性子温和，定会详细的告诉你有关炼丹上的各种注意之处。罢了，我还是现在去一趟，提前打个招呼。你年纪还小，为师闭关时你要照顾好自己，切记不可偷懒。这小丹炉的品质，竟与我在修魔海欢的百寿灵炉不相上下。哇，你这便宜师傅人还怪好的嘞。师傅，师傅，我有徒弟了。去。
禁制之门的连接，本尊与分身刹那间就能合体。主子，我抗议！你这分明就是信不过我许立国。你说对了。主子，咋又炸炉了？这2月都炸了5个了，还能不能行啊？又是地火强度没控制好，导致丹炉的破损，丹药也报废了。这炼丹之道着实困难。主子，我觉得吧，要不就算了。2月炸了5个丹炉，何必为难自己啊？再聒噪，让本尊抓你回去吃吉食。主子，这小雪子，我这不是怕你耽误了修炼吗？你那便宜师傅不是让你有事去找那个师祖吗？你去南院问他呗。不喜欢求人，自己悟。这炉一定丹成。这家伙怕是会成为云天宗第一个因为消耗丹炉过多被驱逐出宗的弟子吧。这位师兄，请问你可知南院应往哪个方向去？哎，是你啊！你都是内门弟子了，怎么连个灵少也没拉到？小师妹，师尊正等你过去呢。来了来了！哎呀，真是越看越水灵。哎，这位师弟。你是认识程灵师妹吗？原来师弟有洁癖啊！勿怪勿怪。我说师弟，贵姓啊？师兄我就是南院的弟子啊。我看你刚才问路要去南院，我带你去啊。在下王林。师兄我叫程贤。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2个月前被周灵师叔收入的弟子啊。你太幸运了。你可知道云天宗有多少人梦寐以求成为你师父周灵的弟子？是吗？难道家师炼丹之术很高？嘿，和那没关系。我告诉你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带我去东院引荐一下程灵师妹，怎么样？你不说便算了。王师兄，你看我都叫你师兄了，你就帮我引荐一下吧。我是真的钟情于他呀，帮个小忙，好吗？好吗？说吧，为何都想成为周灵的弟子？因为周灵有个好师傅啊，云天宗上下皆知，这南院的李长老仙姿卓越，贵为云天宗3位5品炼丹师之一。可他们不知道，这李长老早年是火焚国洛河门的弟子。李长老，世间不会有如此巧合之事。你是王林？正是。但不可能幻化得出这位公子的气质。已经分别200年，我的相貌也已不是马良，他认不出我的。
走。去哪儿？我带你去杀人。你的声音，我的个乖乖！以前只能勉强练出一炉天灵丹的小丫头，现在都是可以炼制5品丹药的长老啊！何时？弟子丹炉破碎。丹炉破碎，必然是因为你体内灵力攀升太快，从而导致地火不稳。这种现象很寻常，只需坚持一段时日，便可自行解决。你既然是周灵弟子，我便赠你此丹炉。用此炉炼丹，可保持100次之内不会碎裂。若是你100次后仍然无法对地火控制自若，说明你无炼丹天分，尽早放弃，去外宗修炼吧。多谢师祖，晚辈告辞。马良，世间哪有声音如此相像之人？即便真的有，也不可能连神情都一模一样。可若真的是他，那么这魂血为何刚才没有半点反应？是我想多了吗？师妹，等一等。师妹，月前曾听你说缺少一位龙颜之，我搜遍整个楚国，终于在仙夷之地的碎石山脉外围寻到一处。多谢孙师兄好意，不过我已找到了替代之物，3日前已然炼丹成功。此物贵重，师兄还是自行留下吧。师妹，你非我云天宗嫡系，只有与一位嫡系弟子结成双修之旅，你才可获得更高深的炼丹之术。你我相识已久，我对你的心意，你不明白吗？此事休要再提。师祖已下令让你我2人成婚，此事已成定局。师妹，还是再仔细考虑考虑。哎，师兄，事情还顺利吧？你怎么还在这儿？哎呀，师兄，择日不如撞日，咱们这就去东院找程师妹吧。哎，你且等着，我叫2头坐骑来，必不叫你劳累。大爷，2人。你这陵园性子倒是随你，自来熟的很。走吧，王师兄。放眼整个云天宗，也只有我程贤可以坐着灵元去东院了。这个是我师父专门为炼丹而准备的灵泉之水，用这2只灵元给我的灵果泡成酒水。兄弟，要是别人，我根本就不给他喝这等好东西。哎，你看看我怎么样？和刚才没什么差别。来了，一会儿你帮我烘托一下气氛，留下一个好印象。你找我？他找你。程灵师妹你好，在下程贤，有意与你结交。哼，不过是个低级弟子，和我结交，你也配？哎，师妹，你刚入门，
若能得到师兄我的指导，定能让师妹突飞猛进。指导我，这个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德行！哎，师妹，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和你一起钻研炼丹之术啊！师妹，不要误会啊！闭嘴！他一个丹修，他师父怎么会传他如此有杀伤力的丹宝？手下留情啊！惹我，那就去死吧！适可而止吧，你还真想要了他的命不成？要了他的命也不是不可，师傅是不会责怪我。把事儿搞大了，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下次再落到我手里，就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了。哦，这脾气也有点太暴了吧？唉，保重吧。哎，方才多谢了啊！这传音玉简给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千万别客气啊！第93次了，可算练成了。好悬没把这个炉子给炸了。师弟，师弟，师弟，筑基丹丹方，请笑纳。多谢。嗨，客气什么呀？每次来你都备下这许多灵果，瞧他俩都吃胖了。大元二元，走了走了走了。今日怎么这么急？哎呀，程师妹约我一见。最近这个程师妹啊，对我突然变得很热情，可能突然察觉到在下的优秀了。哎呀，不和你说了，哎，我得去准备准备，走了。唉，主子，这筑基丹可是1品灵丹，以你现在的水平，10有8九成功率不高。聒噪。不过办法总是人想的嘛。怎么说，咱们现在离筑基只有1步之遥了，可喜可贺。指不定这倒是个法子。补足灵气，不愧是主子想出来的好法子。终于可以冲击筑基了。成功筑基，还不够啊！
短数月，进展神速啊！比我预想的节奏还是要慢些。切，主子，你闻见没？好像有股血腥之气。这是大元，大元腹部的伤口显然是被人用手生生撕裂，这是有人取了他的内丹。他应该是跑出来通风报信的，强撑至此，力竭而亡。程贤有危险，那咋办？救不救啊？程贤待我赤诚，要救。为了程贤涉险，有点不值吧？而且你现在修为也有限啊。别忘了，我不是一个人。小和田。